一旦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美国扬言就要摧毁俄罗斯的国防工业，这可不是开玩笑。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据冲突与防守网站报道，俄罗斯工业已经在为制裁和出口限制而苦苦挣扎。一旦入侵乌克兰，来自美国的制裁将会给俄罗斯带来严重的后果。武器出口一直是俄罗斯获取大量外汇的重要方式之一。现在，俄罗斯国防工业公司担心，以乌克兰的战争将促使美国发动致命制裁，将莫斯科的金融机构与世界银行体系隔离开来，破坏俄罗斯军工企业将市场扩展到中东的雄心。俄罗斯急需引入境外投资的苏75单发隐身战斗机的项目也将难以为继。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国防部门的生产成本一直在上升，数十家乌克兰工厂和研究机构不再为俄罗斯生产零部件，这大大增加了俄罗斯生产新型武器系统和太空硬件的成本。西方的制裁，包括禁止向俄罗斯出口所有先进技术部件，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个问题。俄罗斯的航天工业已经处于糟糕的财务状况，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这些制裁严重减缓了俄罗斯太空计划的发展。西方国家制裁现在对俄罗斯公司制造的大多数武器平台的电子系统的能力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雷达组、导引头、航空电子设备、电子弹模块和其他关键部件的生产都出现了延迟。俄罗斯目前的问题在于，含有美国技术的组件的供应将是一个永久性的禁运。美国将通过针对关键行业的金融制裁和出口管制，对俄罗斯的军工产品出口实施严厉的打压。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国防企业数量继续萎缩。今天，俄罗斯或许还可以消耗资源对武器系统进行维修，以部署到乌克兰边境，并威胁西方。问题是，5年后这样的做法是否仍然可行呢？首先，美国的制裁能够摧毁俄罗斯的军工企业吗？我个人看法摧毁倒说不上，但是严重的影响到俄罗斯军工企业的正常运转是必然的，而且会使俄罗斯的相应的一些武器装备的发展受到拖累，技术进步受到影响。那么过去苏联或者俄罗斯的一些重要产品可以和美国并驾齐驱，虽然某些方面有些落后，但是在个别的领域又可能会超出。如果长时间的受到经济制裁和技术制裁，那么俄罗斯的一些弱项，特别是电子工业方面受到的影响将会很大。而无论是陆海空的哪个平台，都离不开先进电子技术的支撑。一旦美国实施了制裁，可以说对俄罗斯的影响会相当大。那么在受到西方国家严重制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军工企业还会有出路吗？当然还是有出路的。这个出路就是加强和中国的合作，因为中国与俄罗斯在军工产业方面过去是有合作的，有些合作还相当的深入和广泛。中国有中国的优势，俄罗斯有俄罗斯的优势。过去俄罗斯的优势更大一点，现在中国的优势可能更多一点。那么通过双方经济和技术的交流合作，甚至是资金的合作，就有可能互相弥补自己的不足，从而通过联合开发或者是技术交流来提升俄罗斯的武器装备水平。特别是在弹载和机载的电子产品领域，中国的优势相当明显，在这方面完全可以向俄罗斯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只不过俄罗斯过去一直在武器装备出口方面是单向的，向中国出口比较多，引进中国的产品比较少。那么今后这样的方式可能要改变了，双方的交流可能更加平等、互通有无、携手共进，才有可能维持俄罗斯现有的国防工业水平。那么通过整合以后甚至还有可能继续进步。对俄罗斯而言，和中国合则两利，这个是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